大家好，我是姚恩娜，欢迎来到我的频道。Hi everyone, I'm Yaona. Welcome to my channel. For non-Mandarin speakers,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 今天想要来跟你们分享3家台湾本土服饰品牌。那就像我标题讲的，这支影片只会有下半身的穿着，基本上只有短裤跟长裤啦。我不太喜欢穿裙子，因为我穿裙子它就会一直往上跑。然后我就会一直想要把它往下拉，所以我很讨厌那个感觉。我比较喜欢穿洋装，但是我平常还是比较常穿裤子。先跟大家说，我的下半身尺寸是 L large， 我觉得台湾的尺寸都好小。我在国外穿 M， 但是我在台湾要穿到 L， 我觉得台湾的尺寸版型有点不一样。第一家是 Airspace， 我第一次买这家是在几年前，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广告。看到这一件灰色的格纹宽裤，我就很喜欢，我就跑去门市试穿。我这件其实买的是 M， 以前穿 M， 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这件裤子，我就把它拿去放宽，因为后面如果真的硬是把它拉起来的话，就会变得很卡胯下。为了继续穿它，我就只好把它放宽，然后我在家里自己又把它放长，所以它现在的长度就是刚好盖到鞋子。这件春秋冬都可以穿，夏天可能会觉得有点热啦。秋冬的话就可以穿那种鸡皮的高跟靴，这么宽，里面又可以塞裤袜、保暖裤之类的。那秋天穿的话就可以单穿，然后搭配小白鞋，就不会那么有厚重感。它这件是做高腰的设计，上半身可以穿素 T 啊，然后塞进去，或者是穿短版上衣，露出一点点皮肤也可以。第二件是扣式造型修身短裤，这件是杏色的，去年买的，这是我最常穿的裤子，它真的非常好搭配，我在家里附近或者是出去玩都可以穿它。这件是做高腰的设计，所以也可以穿素 T 塞进去，或是短版上衣。它这边有做腰间松紧，它是有点像是厚的雪纺材质，所以它其实很凉，然后它这个高腰坐下来也不会卡下面。它旁边这个装饰用的扣子洗了1年多，一颗都没有掉，而且我买来之后我也没有去加强过，我觉得它很强健耶。后面是做假口袋的设计，那侧面的口袋可以放下我的 iPhone 12。以女生的裤子来说，它口袋容量还不错，然后也是做后拉链式的款式。这件的话，网络上目前还有卖，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哦，好热哦。第3件是长腿担当收腹女团开叉裤裙，它这里面是整件短裤，然后外面一圈这个后拉链式的款式，它有一点点的弹性。我其实当下穿 M 的时候是比较好看的，因为它这边2侧是比较收的，但是我不想要拉起来有那种很紧不能呼吸的感觉，所以我才选了 L。它这条线呢，大概就是到肚脐的地方，所以它多出这么多的一截，它是超高腰的，大概会到肋骨的下缘。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它超高腰的关系，我觉得比较挑上衣。如果你穿短版上衣，中间有露出一点点皮肤的话，反而会看起来上半身很长。我就觉得我自己上半身是比较长的，我不想要我的胸部到下腹这一节看起来是很长的。所以我目前都还是穿可以塞进去的上衣，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看的。那鞋子类的话，你可以配长靴、短靴或是凉鞋都很好看。小白鞋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太适合。这件还有其他不同的颜色，现在官网上面也还有卖。第4件的话是黑色牛仔长裤，我已经不知道它的名称是什么了，因为这是我去年买的。因为我之前穿不下的裤子我都捐出去了，所以我需要买发胖之后可以穿的裤子。它下摆这边是须须，我以后再也不想买下摆不收边的裤子了，因为它会越来越短。我从9分穿到变成8分，它这件是没有弹性的，但我觉得还蛮好穿的。它比较直筒一点，它前面跟后面的口袋装手机都会露出半截。这件搭配小白鞋或是那种军靴、绑带靴都很好看。对的，我录完这支影片之后，我就要赶快去门市试穿其他的裤子。最近我很想要买浅色宽裤，或者是牛仔裤，还有美腿裤。我已经看准好几件了，
我想要去试穿，我懒得在那边等送货，然后试穿还要退货，好累。那第二家是 Puzzle 我买了2次，我买了7件美腿裤，但我最后只留1件而已。我想要来分析他们不同款式的美腿裤，你会看到一些试穿的影片，我故意穿里面会露线条的内裤，我想要让你们看到它的痕迹是多深，然后可能你们要考虑穿无痕内裤，或者是穿丁字裤，或者是你不 care， 你就是想要穿舒服的内裤也可以。第一件是显瘦宽腰节长腿裤美图系列，这一件是米色的，我觉得是我上半身的问题，就是我穿米色啊、浅咖啡色、卡其色都会看起来下腹很长，因为它就跟肉色很像，就会觉得我肋骨以下到下腹这边有一种拉长的感觉，看起来很延长。我觉得这件非常好看，虽然它是浅色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腿看起来很瘦很长。但是这件米色它会透肤，如果穿深色的内裤在里面，就会一圈一个暗沉的样子。要慎选内裤，阳光照下来会很尴尬。我觉得有点太难驾驭了，有点穿一件裤子要那么高刚，所以我最后还是把它退了。那第二件我买的是显瘦侧开叉长腿裤，美图瘦瘦裤第1代。我买的这件是黑色的，我觉得它的尺寸表很 confusing， 所以呢，我买的太大，我买 XL， 所以我只好把它退货，因为它太宽了。但基本上我觉得它很好看，而且它宽腰节的关系，它宽腰节就可以把你的肉再往更里面缩一点，你的腰会看起来比较这样子，看起来线条更好。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筒腰的人，我的腰比较这样子，我的梯形比较不明显。第3件、第4件呢是后开叉美腿长裤、美腿瘦瘦裤第2代棕咖色，因为我买的是 L 跟 XL， 影片我穿的是 L， 因为 XL 它的大腿有点太宽了，所以我就把它拿去退了。然后我之后买 L， 因为我觉得那件裤子的直条纹设计很特别，然后我没有那种类型的裤子，但是这件的缺点是它胯下那个空洞的皱褶。我很不能接受，我觉得它看起来很怪，那边看起来水水的，而且是 L 跟 XL 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不知道它是怎样。腰围的地方它很有弹性，但是因为它没有那个加宽腰带，所以它没有办法收腰，它没有办法修饰你的腰线。我穿的话就看起来很直筒，而且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直线条，它其实那地方就是里面是缝线。所以你大腿是可以感觉到那个缝线的，我觉得有点烦，而且它对我的腿长来说不够落地，它刚刚好可以碰到鞋子而已，所以会看起来大腿、小腿是五五身，腿有点被压缩、缩短的感觉，等于是说我还要自己放长，我觉得很麻烦，我觉得缺点太多了，所以我就只好把它退掉。再来第5件前开叉美腿长裤。美腿瘦瘦裤第3代，我买的是深绿色的。其实我买来只是想要试试看这个绿色适不适合我而已，蛮少看到这种绿色的裤子。但是我觉得我的腿长让它看起来很像圣诞树，一配不好就看起来很像圣诞节。虽然它是深色的，但我觉得反而看起来很显腿粗，感觉又不太好搭配，感觉上半身能穿的不多。它腰围是很弹。但是它侧边又配一个拉链，我不知道它是想要干嘛。它是做隐形拉链，但是其实根本不需要拉开拉链就可以拉上来了。而且它腰围有一圈那个弹性绳，它会有点翻出来。因为可能你上完厕所，你就这样拉起来之后，你没有发现你自己的那个腰围是翻出来的，所以我就觉得有点碍事，我觉得有点麻烦啦，所以我就把它退掉了。第6件我买的是显瘦侧开叉长腿裤，美腿瘦瘦裤第1代深灰色，它这个深灰色是冷色调的，我觉得超级好看的，很喜欢这个冷色调的灰。我刚刚讲说我买的是黑色的，所以我就退掉那个黑色之后，我就再买了这个深灰色的，但我买的只是 L， 它对我来讲刚好也只有到脚踝而已。如果你要穿这种高腰裤，它不够落地的话，对我来说就会大小腿看起来很五五身，反而会让腿看起来更短。
它这个第一代是有出加长版的，它后面有写 Plus 的是加长版的。我应该是要买 L Plus， 但是我这样子来回退，我已经无力再去下单第3次了。所以第7件呢，最后一件就是我留下来的。这一个是显瘦宽腰节长腿裤美图系列，这个裤尾就是没有开叉的，它也是深灰色，但是它是比较暖色调的灰，比前一件你会看起来颜色有点不太一样。它同样是 L， 它这一件呢，它比前一件开叉的更有落地感一点，因为它这一件就做的比较长一点，它也是有做加宽腰身的，让腰身看起来比较收进去。最后我就留这一件。其实才刚把它洗完，我觉得我有把它洗短嘞，我觉得它有变短，可能是我自己的错觉。所以这么多件不同款式的买下来，我觉得它美腿裤不同款式的尺寸都有点不太一样，有点抓不准太杠嘛。我目前是还蛮喜欢我保留的那一件，你要穿去上班或是运动也可以，因为我只有买美腿裤，所以其实我有点不太知道他们其他的裤子是怎么样的，但是又没有门市可以试穿，我又觉得有点麻烦。第3家我要讲的是 Maxi 22， 还是 Maxi 22， 还是2222，我不知道他们那个22、22要怎么发。这个牌子我是看到他们广告，他们有一件跟我一直念念不忘的西装裤长得很像，然后我有先去 Google 这个牌子，看到蛮多差评的，我就会觉得但是我实在太想要试试看那件西装裤了，所以我想说还是先买买看。那图片这一个呢，就是我一直念念不忘的西装裤，它是 Zara 的。那件 Zara 我试完之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回去买。我当下就觉得算了，我就买那件上衣就好了。我实在太扼腕，我那时候没有买下那件裤子了。而且 Zara 这个东西就是你没有立即跟上，它就没有了。所以我买来的这一件西装裤是简约直纹西装宽裤。我买过来之后呢，我发现它跟我想要的感觉不一样，它非常直筒，它腰头收得好紧，我觉得我的这一块腰间肉被勒住的感觉，就等于是说我也没有办法再塞任何上衣进去，坐下来也有点紧绷，所以我犹豫了一下，就发现这边是有一个瑕疵，所以我就很顺利的有把这件退掉，没有被刁难。前阵子清明连假他们有做特价，所以我就再买了第2次。那我买的是小香织纹利落短裤，对，我没有这种织纹的，我也没有这种材质的，我觉得我需要一件我就买了，而且又是粉红色的，我觉得还不错看，但目前我还没有机会把它穿出去。我觉得很优雅很美，可以去夜店穿，上半身可以穿那种性感的，或者是你想要上班穿也可以。然后它这个口袋也蛮深的，它有一点点厚，所以我觉得它做这个勾勾有点不太好，我觉得它应该要做个扣子。它这边完全没有弹性，它这边是宽的，它不是做贴身的，所以看起来也很显瘦。第3件的话是欧美气势落地宽裤，它是这种浅绿色的，我是在打对折的时候买的，我也没有这种西装裤的材质，它的材质摸起来蛮凉的。它其实这件对我来讲是够长的，但是我还是有自己在家里把它放长，让它更落地一点，看起来也很显瘦。其实我有点不懂它里面这件内里只做到膝盖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怕我太热吗？它这件是完全没有弹性的，也没有做松紧，所以它其实腰围蛮松的。我有点不太懂说它 L 要做这么多不同的腰围是要干嘛的。如果同样都是没有松紧的腰围，为什么要一个宽一个松呢？然后我觉得这件也很春夏，而且其实看起来蛮亮的，但又不会很难搭，你穿很春夏的衣服就可以了。这件啊，你配小白鞋、凉鞋、跟鞋都很好看。我们要来到最后一件了，第4件呢，我买的是直感绑带造型连身裤。我应该当时试穿的时候要拍一段影片来示范一下它是多么的没办法穿进去，因为我那时候塞不进去，然后我硬是塞进去之后，我整个脱不下来，我整个要吓疯了。你看图片，它只有上半身这边有扣子而已，
所以呢，你那个敞开的程度，你不能只有上半身而已，你下半身应该也要做个拉链啊，或者是再做多几颗扣子，开到你下腹下面。他没有办法说你2只手这样子伸进袖子里面，像穿西装外套一样，然后你可以这样子把它套上来。你手能转的程度就是那样，你这样插进去之后，你这边这样子这边的时候是上不来的。我就先穿一只手臂进去之后呢，它这边开的程度不多，所以等于是说我这只手臂我整个是这样子硬挤进去到那个袖子，再把后面这边拉上来之后呢，我才能伸进去。然后我终于穿进去之后呢，它没有办法像是说你先把这只手臂先这样子穿出来，没有，因为你这样子的时候，它这边就挡住，你就这样抽不出来。这个还有弹性，你还可以稍微这样拉扯一下，它整个布料是没有弹性的，你就是要想办法硬是把你的手挤出来。我那时候真的是快要吓哭了，因为我就想说天啊，我脱不下来。我那时候超想要把裤裆直接剪开，然后我就想说好，那这个裤裆我就可能再去请人家改成有扣子式的拉链款式的。好可怕，真的挤不出来。那时候当他是觉得说我再也不想要穿进这件连身裤了。你不可能出去玩一整天不上厕所，你不可能在厕所里面整个人这样子脱不下来你的裤子吧，整个人会吓疯，真的。因为它是连身裤的关系，虽然它那个图片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裤裆是很深的，没有错，但它其实是从很高腰的地方有裤裆，连身裤又比较容易你在动的时候衣服会比较容易往上跑，所以它的胯下就会一直往上卡住我的该逼。我觉得它比较不适合上半身长的人，它能让你穿脱的空间就比较小，所以我就只好赶紧把它退掉。不然其实我觉得这件衣服好好看，我觉得它好显瘦。它袖子是宽的，但是它有收紧收进去，它不会你在晃的时候整个是这样子忽来忽去，然后一直往下滑。我觉得它那件衣服颜色弄得很好看，然后版型也做得很好。我就是不懂他为什么要做一件你没有办法穿上去的衣服，太可怕了。我真的也是以一个去踩雷的心态去买看他们买这么多件，然后退不掉，我应该会觉得很堵然吧。我觉得不同牌子一定会碰到不同的客服，他们的训练不一样，或者是可能当下那个人的心态不一样。但目前呢，这3家我都有退货，都还算可以，没有被刁难，出货的速度也差不多。目前都没有等太久，而且我想要抱怨一下，我觉得台湾的 L 其实不是给高个的，真的是给可能是160几公分的人，然后你比较圆润一点，那你就穿 L，因为我觉得长裤的长度都有点不太够，他们的落地裤啊、超长啊什么的，对我来讲都是不够，或是太刚好。像 Puzzle 有出加长版，我就觉得还不错，可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高个的需求。那这样买下来的话，我自己是最喜欢 Airspace。我觉得第一点，它有门市可以试穿，很方便。你可以当下去摸那个材质，去直接试穿你的尺寸。因为如果你在网络上买太多的话，它就只能让你宅配，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方便的收宅配。我自己是喜欢选超商啦，但是我可能买的上限就只能3件4件这样子，对，有一点限制。那当然啊，门市也不是每一个款式都有。然后这一个牌子我觉得也蛮耐洗的。你看我一件裤子穿了好几年，它没有需要让我补的地方，而且他们的风格也蛮适合我的。我私底下大概也是那种风格。我有些时候也会穿的比较露一点，我就只是上镜的时候不想露太多皮肤而已。Airspace 对微肉的人也很友善，他们其实有更大的尺寸。其他家可能看到 L 已经是上不去了，就这样了。他们官网的话，我也蛮喜欢他们的界面。他们在选单、在缩图的地方呢，底下会显示说这件衣服还剩什么尺寸。像是没有 L 的话，我就可以不用考虑，很方便，你不用点进去在那边猜猜乐。好好看，点进去只剩 S。而且他点产品的时候还会跳出兴奋页，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有些时候你返回上页的时候，像是虾皮，它就不会返回到你原本的那一个位置，它就会往上跑。我就觉得
对，然后我又是一个有些时候会忘记开启新分页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 Airspace 这个蛮贴心的。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因为母亲节要来了，品牌应该也会开始有一些特价，说不定你们想要趁机买一些衣服。我是很想买衣服啦。那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跟确实回收。如果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要继续用的话，可以送人、捐给弱势团体、上网拍卖或是义卖。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想支持我的话，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那我们下个礼拜见，ciao。